老头 Z 看片看了快30年，很少看到一部国片能让全台湾的戏院哭成一片，甚至打破了《海角7号》死守18年的记录。是的，它的全球票房已经突破4.8亿台币，这成绩在商业片里简直离谱。先帮老头 Z 点个订阅，这种现象级神作，我们现在就开挖。说到这部片，你可能第一反应是，哇，就是翻拍韩片嘛。但老头 Z 要提醒你，别被那层宣传包装给骗了。它虽然核心架构来自2010年的和声，但林孝谦导演算是在剧本里注入了大量的台湾基因。如果你曾经在某个瞬间觉得自己被世界遗弃，或者是觉得自己的罪孽重到无法被原谅，这部片简直是精准打击你的泪腺。很多人在上映前都说这部片大概又是那种老掉牙的煽情套路，但 IMDB 8.2，烂番茄94%的成绩，直接打了所有人的脸。你知道最离谱的是什么吗？它在上映前2周的票房其实普普通通，就像在那儿慢慢蹲点。结果一到廉价，口碑整个爆炸，戏院场次多到像是要包场全台湾一样。这种逆势成长，在近20年的国片市场里真的很少见。这部片的魅力有一半来自它的选角。你看陈意涵，大家印象中都是那个甜姐儿，但这次她演一个入狱生子的母亲，那种绝望中的温情，层次感好到让我怀疑我看的是不是另一位影后。还有睽违47年回归的翁倩玉，光是一个指挥的背影，那气场就能压得你喘不过气。这不是在看演戏，这是在看一场生命力的现场对撞，而且它的在地化做得很聪明。你有看过在女子监狱里，一群受刑人对住谢金燕的歌大跳练舞吗？那是全片最欢乐却也最心酸的一幕。它成功让台湾观众在那些熟悉的旋律里，看到这群被标签化的女性，其实也有想跳舞、想大笑的权利。就像老头 Z 常说的，好的翻拍不是照抄，而是把那颗异国的心脏放进这块土地的身体里跳动。所以，当这部片在全世界扫出负评，甚至在马来西亚、港澳都刷出生涯新高的时候，老头 Z 心里就在想，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神作模板吗？但事情往往没这么简单。让我们进到第2章，聊聊它背后的权力斗争，或不是情感厚度。你想象一下，如果你被迫在监狱这种最冰冷的地方生下孩子，然后你得告诉他，这狭小的格子窗就是他的全世界。下一幕，当孩子因为眼疾必须送养，那种为了你好，我必须推开你的母爱，陈意涵演得真的太狠了。他没有那种大吼大叫的夸张感，而是那种在角落里无声，甚至有点麻木的崩溃，反而让你每一秒都觉得胸口被什么东西堵住了。这时候就要提到那个合唱团的设定了，要把一群本来互看不顺眼，甚至背负助谋杀或重罪的人撮合在一起。这情节听起来其实有点8点档，对吧？但林孝谦导演最厉害的一点就是，他让这群人唱歌的动机变得非常卑微且具体，仅仅是为了能在孩子离开前给他留下一点点除了眼泪以外的美好且阳光的记忆。在这里，老头 Z 必须深度赞一下钟欣凌和孙淑媚。钟欣凌那个王美丽的角色负责了全片大部分的笑点，但当她最后为了合唱团争取权益时，那个平时嘻嘻哈哈的脸突然严肃起来，那种反差感真的让我觉得演员的厚度真的是电影的灵魂。而孙淑媚演的角色那种冷冽、充满刺的自我防卫，到最后在歌喉中卸下防心，这段心路历程写得非常扎实。等等，我刚才说演技一流，情感扎实，但有一件事老头 Z 一开始也没想到，就是这部片的反转锚点。我们本来以为这是一部关于母爱伟大的温馨片，但到了第2章末尾，导演突然给了你一记闷棍。他借由翁倩玉饰演的奶奶角色，带出了一个关于死刑与原谅的沉重议题。当那个指挥棒举起时，你看到的不是美声，而是一群正在跟死神对弈的残存灵魂。这种从个人悲剧拉升到整个法律、社会与人性宽恕的高度，是阳光女子合唱团能拉开与一般通俗剧差距的关键。它不只让你哭孩子被送走，它更让你思考，如果有一个人犯了错，但他用剩下的生命在唱一首忏悔的歌，这个世界到底该不该给他一次掌声？这种纠结的道德观测点，正是这部片最迷人的地方。但是评价这么高，大家都在夸，难道这部片真的没有死角吗？老头 Z 就直说了，这部片在某些地方让我觉得非常的不舒服，不是剧情的情节，而是某些导演的手段。我们下一章来点尖锐的。我在片子进行到90分钟的时候，真的差点想离开影厅。为什么？因为那种刻意煽情的节奏感太过火了。虽然我前面称赞了演技，但当编剧为了要让观众大哭，拼命叠加苦难，一下子孩子生病，一下子死刑判决落下来，
那种我不让你哭，我不放你走的压迫感。老实说，让我觉得有点像是在被情感勒索。有一幕主角在雨中追逐车子的戏，虽然陈意涵演得肝肠寸断，但那特写镜头拉得之长，慢动作放得之慢，慢到我都已经出戏在算雨滴有几颗了。林孝谦导演这部分的处理，明显受到了韩国那种重度悲喜剧的负面影响。他似乎不太相信观众的智商，觉得不揉碎给你看，你就不会感动。这种直白的催泪，对我这个老头子来说有点太腻了。而且，监狱里的某些反派角色，像是那个一直找茬的狱警，他的邪恶写得太过平面，他仿佛存在唯一的目的就是为了欺负主角，然后等住在最后被感化或者被揭发。这种脸谱化的反派，放在一部试图探讨复杂人性的电影里，显得非常突兀且廉价。这不是艺术，这只是为了制造冲突而插入的免洗工具。虽然有这些让我不爽的点，但我必须承认，这部片的整体瑕不掩瑜。就像你吃一顿大餐，主餐好极了，虽然甜点有点太甜，但你还是会觉得这顿饭值得。那么，这部打破纪录的影片，最终在影史上的地位会在哪里？哪种人看了会感谢我？如果你最近觉得生活太累，心肠变得很硬，或者是想要找回一点对人的温柔感，这部片是绝佳的特效药。哪种人看了会骂我？如果你是那种讨厌一切韩系矫情套路，对任何刻意煽情都过敏的人，我建议你在进场前先深呼吸3次，或者是干脆等它上 Netflix， 再随便快转看看就好。老头 Z 的一句话总结：这不只是一部关于唱歌的电影，这是一部关于尊严的电影。即便身在最阴湿、最不堪的社会底层，这群女人依旧选择抬起头，试图把破碎的人生拼凑成一段旋律。那种即便知道没有明天，也要唱好今天的韧性，正是它能跨越国界，在全世界抓取4.8亿台币的真正核心竞争力。至于他打破海角7号这件事，老头 Z 觉得这标志着国片来到了一个新的阶段。我们不再只会拍那种只有台湾人才懂的小清新或乡土情怀，我们也能用最高规格的影像与情感去挑战普世的议题。这标杆立在那里，未来的国片创作者压力会很大。但对我们观众来说，这无疑是一个最好的时代。最后，这部片虽然已经下档一段时间，但 Netflix 确定即将登陆。如果你还没在电影院被洗礼过，这次别再找各种借口错过了。这种连老头子都会动容的片，值得你花2个小时把自己锁在房里，准备好2包面纸，好好的跟自己的情感对接一次。这不是浪费时间，这是在维护你那颗快要干枯的心。最后一个问题留给你，你觉得像主角慧珍这样背负人命的人，仅仅靠歌声就能获得救赎与原谅吗？是我们社会太温情，还是人性本就该有出口？在留言区留下你的观测报告，老头 Z 在那里等你。对了，别忘了按赞分享，我们下一场观测见，拜拜。